换错了。这不是我的锁，我花了28万买的，又花了9万精装修的车库，连锁都被人换了。小宋啊，你家车库锁密码多少啊？我有个急事儿，想借来停2天车。张大妈，密码是198823，就借您停2天啊，我出差回来就用。哎呦，谢谢你啊，你这丫头真是心善。行，不接是吧？喂，物业吗？我是802的业主宋小姐，我名下的私人车库密码锁被人私自换了，麻烦你们派人来看一下。哦，知道了，我们这边会派人过去看看的，您稍等啊。你就是报修的业主啊？啥情况啊？这是我的私人车库，我出差几天回来，锁被人换了。你们物业怎么巡逻的？哦，换锁了啊？对，换锁了。你们不打算管管？这属于你们业主之间的私人纠纷，我们物业只管公共区域。情况我记下了，你回去等通知吧。等通知？我花37万买家装修的车库，现在连门都进不去，你让我等通知？领导下班了，我一个保安能有啥办法？你明天自己找物业经理吧。远亲不如近邻，帮个忙反而鸠占鹊巢了，真当我是软柿子捏？喂，是王师傅开锁吗？对，我在阳光海岸小区地下车库 A 区015号。对，换锁，不管多少钱，马上带工具过来。老板，是你要开锁吧？阳光海岸 A 区015号对吧？对，就是这扇门，这把智能密码锁能开吗？哎呦，老板，你这个是新款的防盗智能锁啊，锁芯级别很高的，不太好搞啊。你就说能不能开？开是肯定能开，但这种锁技术开锁没用，得用电钻直接破坏掉锁芯。你这锁好端端的破坏了可就废了，你同不同意啊？没关系，只要能把门打开，怎么破坏都行，废了就废了，反正不是我的锁。行嘞，只要东家点头就行。那咱们先把价格说好啊，这种锁费钻头得260。可以，你马上动手。瞎了你的眼了！这是你家的锁吗？你就敢开？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个贼？老板，这咋回事啊？张大妈，你终于舍得来了。我打了那么多个你都不接，我还以为你在屋里出什么意外了呢。你少咒我！你凭什么撬我的锁？你的锁，这是我的车库，你没经过我同意把我车库的锁给换了，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你现在倒跑来质问我凭什么，合适吗？怎么没经过你同意了？你亲口答应把车库借给我的，既然借给我了，我当然要换锁，不然我那么多贵重东西丢了算谁的？你赔得起吗？张大妈，你搞清楚，我只说借你停2天车，现在3天过去了，锁换了，我联系你不接电话，你管这叫借叫抢？我没看到电话，我不识字，微信消息看不懂，电话在屋里充电，我年纪大了，耳朵背没听到。师傅，别理他，继续开锁。不行，我看今天谁敢动！这把锁是我花了3万块钱装的高档锁，谁要是敢弄坏一点点，我让他赔得倾家荡产。这破锁网购同款顶多3000，你还真敢狮子大开口，这是铁了心要讹我啊！没天理了，欺负老年人了！我花3万块钱装的锁，你们敢碰一下试试？我死在这门前！哎呀，两位，千万别激动，都是阳光海岸的邻居，有话好好说嘛。张阿姨，您老人家先消消气，当心血压升高，有什么事咱们物业来帮您调解。宋小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为了一把锁闹成这样，多伤和气啊！谢经理，你来的正好，你今天必须给大妈评评理。这个小丫头片子，车库明明借给我用了，我刚花3万块装了把防盗锁，她现在带个野男人来要给我撬开，你说她是不是土匪？谢经理是吧？我再把事情复述一遍。张大妈说借车库2天，我同意了。现在3天过去，我的车库被换了锁，我连门都进不去。你们物业不管，我只能自己找人开锁。宋小姐，车库毕竟是人家张阿姨在使用，她换锁之前呢，可能确实忘了跟您打招呼，这是她不对。但是我说什么说？她把车库借给我了，就是归我用，我在里面放了东西，不换锁丢了谁负责？她负全责吗？
宋小姐，你看张阿姨也有她的苦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别着急开锁，等明天上班，我回办公室查一下记录，咱们先确认一下这个车库的归属问题，然后再谈怎么处理。归属问题，谢经理，你是在跟我搞笑吗？我的名字就印在房产证，你需要查什么归属？看清楚，这是我的车库不动产权证书，这是我跟开发商签的购买合同，这是我的付款记录，28万的购款，外加9万块的装修清单，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总共37万真金白银买下来的私人产，你一个物业经理，有什么资格让我等明天确认归属？宋小姐，这车库是你的不假，但你之前亲口答应借给张阿姨使用，这也是事实嘛。做人总得讲点契约精神，对不对？我说了借2天，他强占不还，还换了锁。你现在跟我谈契约精神，你这拉偏讲的姿势是不是太难看了点？宋小姐，我这是为了小区的和谐。你看张阿姨这么大岁数了，这责任谁承担？你负得起吗？我的财产受到侵犯，我依法维权，凭什么要我负责？师傅，别管他们，给我开锁！我看你敢！哎呦喂，杀人啦！年轻资本家欺负没权没势的老太婆啦！我不活了！这车库明明是他自己答应借给我用2年的，现在翻脸不认账啦！2年？我什么时候说过借给你2年？你不承认是吧？我可是有证据的。小宋啊，你这个车库借给我用2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弄脏的。口音极重，2天和2年在他嘴里互不清，这是早就挖好坑，想用语音记录来碰瓷讹诈我。宋小姐，听到了吧？张阿姨可是有语音证据的，你这就是违约在先。语音里是他自己单方面说的，我回的可是2天，你听不懂人话吗？这语音里听着就是2年嘛。宋小姐，今天这锁你绝对不能开，你先去外面的临时车位停一晚，大家都冷静一下。总之，只要我在，这事儿就不能用暴力手段解决。宋小姐，你别激动，我绝对不是站队，我只是根据现有的情况做个和事佬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我都把东西搬进去了，你让我现在去哪儿弄出来？这样吧，宋小姐，你看这样行不行？给张阿姨几天时间处理，物业负责全程监督，保证把车库锁拆了，恢复原样。你看怎么样？今天这局面硬杠下去，报警最多也是调解，物业跟着老太婆穿一条裤子，最后耗到半夜，我车还是进不去。行，我给他3天时间，3天之内锁恢复原样，车库清空还给我。好，宋小姐深明大义，物业一定全程监督，你放心。6、5、4、3、2、1。师傅，今天麻烦你了，不用开了，收拾工具回去吧。好嘞，老板，那我这出车费100块辛苦费转给你了。切，小丫头片子还想跟我斗，我就说这招好使吧。张阿姨，你这占车库归占车库，动静别弄太大。嘿嘿，放心吧，他服软了，明天我就把剩下的家当全搬进去。张桂芬，你以为换了外面的锁，里面就是你的天下了？你根本不知道，我装修车库时在通风管死角安装了军工级的针孔摄像头，24小时云端同步。行啊，既然你这么喜欢占便宜，那我就送你个大的。哎呀，小宋啊，我不知道啊，我没改过密码，是不是你自己手指头笨按错了？你问我闺女吧，这高科技的锁是她帮我弄的。喂，谁呀？大晚上的。你好，我是802的住户，你妈借了我的车库，把大锁换了，现在密码又改了，麻烦你立刻过来处理一下。哦，是你要进车库啊？那你等我一下吧。多久能到？马上，烦死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我已经等了1个小时了。喂，你催什么催？赶去投胎啊！说了马上到，马上到，听不懂人话吗？好，很好。真以为我是软柿子，随便捏是吧？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妈都说密码早就给你了，你怎么老说进不去？事儿真多。密码昨天是对的，今天被改了，而且你让我在这里等了将近2个小时。改什么改？谁有那个闲工夫去改密码？肯定是你自己脑子不好使，记错了呗。密码你给我记好了，以后别大晚上老打电话催命。我又不是你家雇的保姆，天天还得伺候你停车，惯的你毛病。糟了，装重要文件的 U 盘在包里，包落在车上了。哎呦，谢经理，你教我这招真好使。那臭丫头今天又打电话来催了，我就故意让我闺女去应付的。对嘛，张阿姨，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就得用这招。我闺女晾了他快2个钟头，冻死他个小贱人！我就跟他耗着，等他嫌烦了，自然就不折腾了。这车库以后就是咱们的天下。高，实在是高。您放心，只要他不闹到报警，物业这边我绝对给您兜着。他要是敢来找茬，我就继续拿录音堵他的嘴。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把我恶心走？好，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把桌子掀了。妹子，大晚上找周哥有啥关照啊？周哥，帮个忙，给我弄10箱白酒，总价值凑够50万，要带物价局鉴定防伪标签和正规连号发票的。50万的名酒，你这是要送礼还是办席呀？不送礼，我要放在车库里钓鱼，顺便送几个不长眼的人进去踩缝纫机。妹子，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整整10箱30年年份的极品茅台，市场价保底50万，就这么放在这破车库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金额够大，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保不住他们。张大妈，不管你车库里堆了什么破烂，我今天在里面放了非常贵重的东西，我警告不许碰，要是少了一件，后果自负。贪婪是人性最大的弱点，对于一个习惯了偷鸡摸狗的老太婆来说，越是警告她不许碰，她就越会觉得里面藏着宝贝。哎呀，我知道了，我不会动你东西的，你放心好了。你这孩子真是的，难道大妈还能偷你东西不成？偷不偷，这就看你的贪念有多大了。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喂，谁呀？有事快说，别耽误我乘凉。张大妈，车库密码又改了，我进不去。你别烦我，我好不容易出来歇会儿。麻烦您说一下密码，我要停车，赶时间。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密码，你问我闺女去，别在这扫我的兴。我就换个锁怎么了？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还能把我怎么着？你好，我要报警，我的车库被人强行霸占了，对方还恶意更换了门锁，请立刻派警员过来。是你报的警？是的，802车库是我的产权，被人私自换锁强行霸占了。哎呀，民警同志，怎么回事啊？这是误会，都是天大的误会。你是？我是咱们小区的物业经理，姓谢，一点邻里纠纷惊动2位了。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车库的业主是不是他？是，产权是宋小姐的，但是之前她答应借给楼上张阿姨用了，双方都同意的。这个我们物业是有记录的。什么记录？口头还是书面？就微信聊天记录，张阿姨那边提供给我们的。楼上的人住几零几701，上去叫人，带下来当面对质。是。我带路，这边请。没人应门。哎呀，民警同志，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风把你们2位吹来了？你住这儿？对，我住701，刚买菜回来呢。802业主名下的车库，你是不是强行霸占，并私自换了人家的锁？
警察同志，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根本不是我霸占的，是他自己答应借给我的。车库密码是198823，你停2天吧。你听听，你好好听听，这可是他自己亲口答应的，这哪叫什么强行霸占啊？他当时发语音问我借车库，我念在邻居的微薄情分上借给他停2天。况且我跟他非亲非故，没收他1分钱租金。我花37万真金白银买的车库，凭什么借给他白用2年？你放屁！你胡说八道！我当时说的明明就是2年，你现在翻脸不认账了是不是？你这丫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安静，少在这里胡搅蛮缠。你说借2年，没有书面合同，没有租金流水，也没有第三方证人在场，光凭一段含糊不清的单方面语音，你说2年就是2年，你当法律是儿戏吗？这种口头约定在产权面前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车库是人家真金白银花钱买的，产权明明白白是人家的，你凭什么把人家的锁换了，自己死站着不放？人家好心借给你用，你倒好，直接把锁换了，东西也搬进去了。人家业主回来连自己的门都进不去，这事儿是你做的太过分，太没底线了。行了，别胡闹了，你现在立刻把密码说出来，把车库还给人家，这事儿就算了，别逼我们采取强制措施。我闺女不接电话，密码是她设的，只有她知道。我一个老太婆懂什么密码？民警同志，既然属于我的财产无法进入，我叫个开锁师傅直接把锁撬了吧，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不行，绝对不行！我花3万块钱装的高级密码锁，你说撬就撬，撬坏了谁赔我钱？你这个小贱人赔得起吗？那你私自换人家门锁的时候，经过人家业主的同意了吗？你有什么资格提赔偿？他把车库借给我了，我用我自己的锁怎么了？我有保护我个人隐私的权利，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但车库的产权不是你的，你无权更换门锁。现在业主进不去自己的车库，要求开锁是保护自身财产的合法行为，你再阻拦就是违法。我说了不许开，给我滚开！你敢碰一下试试？松开！开锁是业主的合法权利，你如果再敢暴力阻碍，我立刻以寻衅滋事将你铐走拘留。给我站到一边去，立刻！民警同志，我车库里少了很多东西。少了什么？仔细说清楚。我朋友昨天寄放在这里的10箱名酒全没了，今早出门的时候他们还在，我当时拍了照片。这酒具体是什么牌子？总共价值多少？1瓶大概8000多，1箱6瓶，10箱差不多50万。你别看我，我不知道什么酒，我连见都没见过。你可别想血口喷人，讹我这个老婆子。这个车库的密码都谁有？除了他自己，就是我女儿了。但我们绝对没拿。那你今天进过这个车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今天一天都没下来过，我一直在公园乘凉。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们，他们都能给我作证。是啊，警官，张大妈平时人挺好的，应该不会。对了，民警同志，忘了跟您说，我车库里装了一个隐蔽摄像头。你什么时候装的？你这是侵犯我隐私！调出来看看。证据确凿。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今天一天都没下来过吗？我是下来过，但我没拿他东西，我就是看他车库太乱了，帮他收拾一下。收拾什么？你把人家10箱完好无损的酒全搬回自己家了，这叫收拾？酒在哪儿？赶紧交出来！我再问你一遍，价值50万的赃物在哪儿？妈，你死哪儿去了？打个电话也不接，我刚买的名牌包。妈，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是他女儿，正好你母亲涉嫌非法占用他人车库，并且现在有确凿的监控证据表明，她涉嫌盗窃10箱名酒，价值约50万。50万？开什么玩笑？什么破酒能值50万？绝对不可能！那个收酒的人明明说这酒也就一般般，根本不值钱，我总共才卖了1万块。收酒的是谁？
问你话呢，销赃也是重罪。我不知道，我就是在网上随便找的。名字、电话，现在就报出来。你们俩现在跟我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同志，我就是拿了几箱酒，大不了我还给他就是了，用得着去派出所吗？50万的涉案金额，你以为你说句还就完了？我老糊涂了。小宋啊，大妈错了，大妈把酒还给你，你再给大妈一次机会行不行？一个车库而已，我就换个锁怎么了？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还能把我怎么着？看在邻居的份上，我一再忍让，而你只会得寸进尺。民警同志，我要求追究到底，绝不接受调解。你这死丫头，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你心肠这么毒，当心以后嫁不出去。我呸！我拿你几瓶酒怎么了？你那破酒值几个钱？你讹谁呢？干什么？你敢当着我的面打人？再闹就把你铐上带走。东西都弄齐了。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啊，那破酒根本就不值钱，他就是故意讹我这个老太婆。警官，这是那10箱名酒的购销合同、正规发票、付款记录，还有市物价局刚出的初步鉴定证书，您过目。我真的错了，我不知道这酒这么贵呀！我要是知道，借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拿呀。嫌疑人提出想见你，请求你的谅解。按规定，他提出这个请求，我们需要传达，但接不接受完全在你。小宋，你进来一下，大妈求你了，你可怜可怜大妈吧。现在知道怕了，晚了。吵什么吵？多大点屁事就报警抓人，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干什么呢？这里是派出所，不许大声喧哗。我是701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张强，你就是楼下那个姓宋的女的吧？我说你这女的心眼怎么那么毒？大家都是邻居，我妈不就借你车库用了几天，顺手拿了你几瓶破酒吗？多大点屁事你还要报警抓她？你是不是穷疯了想讹人啊？儿子，你可算来了！这死丫头要逼死你妈了，你快救救妈啊！妈，你别怕，有我在这儿。不就是几瓶破酒吗？当谁买不起怎么的？拿去，这2000块钱足够买你一车库的散装马娘了。拿着钱，赶紧给我把谅解签写了，然后滚蛋！老子今天拿钱砸死你，看你还怎么碰瓷儿！怎么着？嫌少啊？胃口不小啊，你这小娘们儿，想玩仙人跳讹到老子头上，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张强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惹毛了老子，以后让你在这小区里混不下去。50万的案子，你拿2000块钱来评事儿？警官，这鉴定书保不齐是他们提前串通好做的假。什么30年名酒，市面上仿品一抓一大把，指不定他俩联手定制天价单权，刻意敲诈勒索。空口无凭，质疑价格需要拿出举证依据，没有证据的胡乱指控，涉嫌诬告。我去趟厕所。老谢坏了，那酒真注价50万，我拿2000块摆平，直接成了笑话。老太太盗窃坐实要重判，你抓紧想想歪招，要么找媒体造势抹黑他故意设局钓鱼，要么联合小区叔叔集体去他住处闹事施压，逼他撤案谅解。我现在正在联系我小舅子王涛，当初1万收酒的货还剩大半，实在不行搞一批高仿酒替换赃户蒙混过关。你先稳住，别在派出所继续闹事儿，越闹罪越重。行，我尽量拖延时间，你动作快点，只要能把案值压到几千块，咱们啥事儿没有。我妈60多文盲老太太，分不清贵重酒水，就是顺手拿点东西，主观没有盗窃想法，能不能先把人取保回家，后续赔偿我们慢慢凑。主观无意，当初在车库反复改密码，霸占私人场地，还特意找人低价销赃，全套流程精心谋划，算不上无意。收赃的人都提前找好了，1万块变现都谈妥，现在装无辜太晚。好了，都别说了，都跟我到办公室来。这次涉案数额巨大，案件关键人员不得擅自离场，等候线索核查完毕。什么破纸？拿几张破纸就想吓唬老子？50万？假的，这绝对是假的！什么破水能值50万？你们这明明就是合伙做局！
好啊，你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搞了半天原来是个设局讹钱的。警官，你看我妈是个没文化的独居老太太，好欺负。这女人就故意拿几瓶假酒放在车库里设套讹钱，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啊！鉴定书是市物价局出的，发票是正规总代开的，防伪码随时可以全网查验。你上下嘴唇一碰，说假的就是假的。你以为法律是你家炕头的规矩？闭嘴！你当派出所是你家楼下的菜市场吗？发票和鉴定书都是经过法定程序的初步证据。你要是对估价有异议，可以依法申请复议。但你要是再敢在这里无理取闹、妨碍公务，甚至无中生有诽谤受害人，我现在就以寻衅滋事把你一起铐进去。警官，本来我是看在嫌疑人一把年纪的份上，才愿意推开那扇门听听他的道歉。但现在看来，既然家属是这种被我坑害的态度，觉得我是在讹诈，那这个调解程序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浪费彼此的时间了。既然是这个态度，谅解绝对免谈。哎，你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喂，谢经理吗？出大事了！那娘们软硬不吃，那发票竟然是真的。对，50万，现在咋办？你赶紧帮我想想辙，必须在背后给他上点手段，不然咱俩谁都别想好过。这些物证足够把那群无赖送进高墙了。停电还停水。女士，您所在区域主干线路供水管网一切正常，请您联系小区物业检查是否是总控闸被人为关闭。张强那通求救电话果然是打给谢经理的。面对3年实刑和50万赔偿，终于按捺不住玩下三滥阴招了，想用断水断电逼我低头，逼我去物业求你们，算盘打错了。喂，是鉴定中心吗？我需要加急预约一份具备司法效力的人为破坏痕迹鉴定，明天一早带上最专业的设备过来。宋小姐，现场勘测完毕，这是盖了公章的初步鉴定报告，足以证明是人为恶意破坏。辛苦了。喂，110吗？我要报案，有人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涉案金额达到立案标准。谢经理，既然你喜欢用物业职权玩阴的，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公事公办。谢经理，不好了！我们接到实名举报。消防通道被严重占用，隐患极大，现在依法进行突击检查，3日内必须彻底清理并整改到位。现在请签字确认。你个废物！那5万块罚款从你年终奖里全扣。要是这件事摆不平，明天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喂，强子，那贱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她报警掀桌子，咱们也别客气了。你马上跟我弄几张他的照片，咱们在500人的大业主群里给他好好宣传宣传，我要让他在这个小区里彻底身败名裂。故意在车库放劣质假酒引诱老太太，被人包养的捞女。这种低俗角度的监控截图，只有物业有权限调取。谢经理和张强，你们真是狗急跳墙了。诽谤罪的立案标准是浏览量5000或者转发量500，这个500人的满员大群，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完美犯罪证据链。他们每多骂一句，就是在通往看守所的路上多踩一脚油门。现在猎物主动上门了。开门！你个不要脸的烂货！你有本事讹独居老太太的钱，你有
是不是？你个出来卖的捞女，用假酒坑我妈！今天不把你这层皮扒下来，老子就不姓张！骂吧，用力骂！这套猫眼不仅带军工级夜视，还有高米麦克风。你们的每一句脏话，每一个动作，正在同步上传到我的云端网盘。呸！怂货一个！我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在这个小区待？走。孙律师，刚才的实地破坏群聊网暴证据链全齐了，能让他们进去作伴吗？好戏马上开场。小宋，快看同城热榜，这视频里疯狂带节奏骂的人是不是你？现在的年轻人心太毒了，我老伴就想借用一下车库放点纸壳子，他不仅死活不让，还故意买了几箱假酒放在里面碰瓷儿啊！不仅讹诈我们，还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报警抓了我老伴儿。可怜我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子，以后可怎么活啊？家人们，这种为了钱逼死独居老人的恶毒女人，绝不能让她逍遥法外。今天必须把她的真面目曝光出来，让她在本地彻底社会性死亡。大家把严惩打在公屏上。想靠全网网暴逼我低头，真是愚蠢至极。公证员，麻烦把这条视频的链接、博主的主页信息以及所有的点赞、转发和评论数据一并加入公证保全清单。好的，马上为您处理。传播范围越广，诽谤罪量刑越重。张强，我简直要感谢你，硬生生把你们家原本的刑期亲手推向了3年起步的深渊。宋小姐，您的网页及电子数据公证办理完毕，原件请收好。谢谢。喂，周哥，怎么了？小宋，你绝对猜不到我查到了什么。你放车库里那10箱好酒，销赃的去向我摸清楚了。张大妈那丫头嘴里说的1万块钱，还真不是瞎编的。查清楚了。我托道上的朋友去地下黑市打听了一圈，昨天上午确实有人用1万块的白菜价收走了那50万的奸货。查到是谁收的了吗？黑市有黑市的规矩，不过我朋友多了个心眼儿，在交易现场偷偷拍了一张那孙子的侧脸照，我刚发你微信了。虽然戴着墨镜，但这贼眉鼠眼的样子，保准你能认出来。这点事儿交给我。这个人我简直太熟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路过捡漏的黑市贩子。周哥，谢了，这人是物业谢经理的亲小舅子王涛。物业经理干的，不仅能进去，还能让他们把牢底坐穿。师傅，去派出所。警察同志，我要补充报案，车库盗窃案除了张大妈母女，还有一个隐藏极深的共犯。你认识这个人？他不光我认识，你也见过。他叫王涛，是咱们小区物业谢经理的亲小舅子。张大妈偷出来的那50万名酒，就是通过谢经理牵线，以1万块钱的白菜价低价销赃给他的。他当初阻拦我开锁，就是在给张大妈打掩护。小李，马上在内部系统里调取一下这个王涛的户籍信息。是。师傅，对上了，确认是同一个人，真是胆大包天！我说那个物业经理当时在现场，怎么那么积极的和稀泥？感情是在贼喊捉贼，暗中给自己小舅打掩护，转移赃物。这不再是普通的案件了，马上申请传唤证，先把这个王涛给我拿回来。是。谢经理，你以为借刀杀人能天衣无缝？你的好日子到头了。闹吧，闹得越大越好，把这死丫头彻底搞臭，这事儿就算翻篇了。10箱原封的好酒，1万块收的，黑市倒一手怎么也得卖个30万。下半年换辆新宝马是没跑了。那死丫头在网上一句话都不敢放，肯定是怕丢了她那体面的饭碗。我就知道她不敢惹事儿。就是在大公司上班最怕惹事儿，咱们去他公司闹一闹，他保准吓得跪地求饶。走，去他公司楼下，今天不把那谅解书逼出来，再让他赔咱们精神损失费，咱们就天天堵他大门。大家快来看看啊！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宋某某做出这种事，实在太不应该了。没天理呀！欺负我们老百姓啊！把我那可怜的老伴送进去，还要逼我们赔这么多钱！哎，这不是今天早上同城热搜上那个大爷吗？听说是被这楼里一个姓宋的女的给设局了，故意放名酒碰瓷呢。天哪，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没想到这么恶毒。这公司怎么招这种人啊？这里是办公区，禁止聚众闹事，请你们立刻离开。打人了，保安动手打人了！今天谁敢碰我一下，就得赔我一套房子。宋某某，你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赶紧滚出来！今天必须当众签下谅解书，把事情了结，不然我们一家人天天过来闹，定要让你彻底丢了工作。小宋这也太惨了吧！要不要告诉主管？这种事谁敢管呀？下去就是惹一身麻烦。
想让我社死，那我就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万劫不复。这死丫头拿着喇叭，肯定是顶不住压力，要当众道歉求饶了。怎么，宋某某知道怕了？今天不当着大伙的面给我老伴认错，再把那50万的敲诈款给免了，你这辈子就别想在这个公司混了。反正车库我用着，锁我换着，他能把我怎么着？报警，打官司我也不怕，我拖个1、2年，他扛得住。他昨天还在车库里放了酒，说什么让我别动，笑死我了，我偏要动。你放屁！你这是合成的，快给我关了！大家都听清楚了，这就是口口声声被我讹了的孤寡老人。他私自换锁，强占我的私人车库，被撞破后拒不归还，还伙同家人偷走我车库里价值50万的10箱名酒。不仅有录音，还有高清监控全程录像，证据确凿。偷东西的人已经被公安机关当场带走。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现在警方已经立案，你们不反思悔改，反而跑来造谣，企图用道德绑架逼我签谅解书。我告诉你们，做梦！我靠，偷了50万，这哪是占便宜，这是入室盗窃啊！原来是偷东西被抓了，还跑来受害者公司闹事，真是贼喊捉贼，一家子都是贼，连脸都不要了。邹小姐是我们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绝不容忍任何人对她进行恶意的诽谤。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企业生产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不用跟他们废话，我已经报了警。保安，把人围住，全部录像固定证据。今天这几个人一个也别想跑。姐夫，警察给我打电话了，让我马上带着收来东西去派出所配合调查。50万啊，这可是10年起步的大罪，我还年轻，我不想进去踩缝纫机啊！闭嘴，慌什么？我当初就是想赚个几10万差价，谁能想到那个姓宋的女人不仅装了监控，连警察都直接盯上了销赃渠道。听着，那女人一口一咬定是50万的名酒，但警察又没亲眼见过，咱们只要把东西原封的退回去不就行了？可是原酒我已经卖给夏家2箱了，拿什么退？你猪脑子！原酒卖了，咱们不能买假的补上吗？你去城东黑市批发城花2000块钱买10箱外观一模一样的高仿假酒，就那种几块钱成本兑水的劣质货。你一口咬定这就是从老太太手里收来的，既然赃物是假酒，案值就几千块，到时候咱们反咬一口，说那个姓宋的拿几千块的破酒讹诈，这案子顶多算纠纷，咱们就能全身而退。对呀，姐夫你真是个天才，我马上办。民警同志，误会都是误会啊！我就是个收破烂的，张大妈让我去收废品，我就随便给了1万块，我哪知道那是名酒啊？这不一听涉嫌盗窃，吓得我赶紧把东西原封不动送过来了，连包装都没敢拆。你确定这就是从车库里收来的那批酒？我发誓，绝对原装原盒。我看那个姓宋的女人就是想钱想疯了，故意拿这种破酒设局讹诈我们。民警同志，你们可得为我们老百姓做主啊！民警同志，我带了酒厂的打假办主任和省物价局的专家过来，既然赃物退回来了，正好当场鉴定一下。这批酒我们一验便知真假。是不是假酒，你说了不算。民警同志，为了配合警方查清事实，我特意从省城请来了品牌酒厂总部的打假办刘主任，还有省一价局的权威估价师，这是他们的资质证明。不用再看了，这批酒不仅是假的，而且假的毫无技术含量。你胡说！你凭什么说是假的？你是不是跟他串通好了来坑我的？第一，正品防伪线是内嵌镭射的，你这是用劣质胶水贴的塑料皮，边缘都翘起来了。第二，正品平底编码是激光雕刻，摸上去有阻尼感，你这行墨打印的，轻轻一抠就掉色。第三，这挂杯度连水都不如，连开瓶都不用，我就敢断定里面全是工业酒精兑香精。这10箱东西在黑市顶多200块钱1箱，跟宋小姐当初被盗的那批带有绝版防伪溯源码的名酒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子，敢跑到派出所里来糊弄警察！你之前的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经是重罪。现在你又当着警察的面，企图用劣质假酒伪造物证，妨碍作证，数罪并罚，你想牢底坐穿吗？警察同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这假酒不是我的主意啊，都是我姐夫，是物业的谢经理让我干的，全是他指使我的。咬吧，狗咬狗的戏码才刚刚开始。小舅子那个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万一真在派出所露了底，我包庇和销赃的重罪绝对跑不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去外地躲几天。警察不许动！干什么？我是合法公民，你们凭什么抓我？合法公民，谢经理，你指使你小舅子去警局做伪证，顺便倒卖我50万名酒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是合法公民？
姓谢的，你这物业经理平时骑在业主头上拉屎，现在居然还敢搞销赃包庇，简直是小区的败类！宋小姐，你别得意，电脑已经被我彻底国史化了，除了包庇，你休想找出别的证据。就你这种连个像样的数据粉碎机都不用的外行，也敢说彻底格式化？警察同志，有了。这不是监控，这孙子居然在电脑底层藏了个见不得光的东西。密码设的挺花哨，可惜在破解软件面前就是一层窗户纸。关掉，那是我私人的东西，你们没有搜查令，不能看我的隐私。警察同志，老实点，打开看看。他这是侵犯隐私。好家伙，这是账本啊，全是暗账。2023年小区12部电梯框架广告费全年收入48万，上交公司8万，节流40万。今年1到6月，地下车库零停费，做假账隐瞒了15万。等等，你看那个3号楼的维修基金。2022年9月，3号楼外墙防水大修，虚报维修面积，套取公共维修基金28万，这绿化维护吃回扣10万。操你妈的姓谢的！难怪小区路灯坏了半年你都不修，你这吸血鬼连救命维修基金都贪！打死这个王八蛋！干什么？警察在现场，退后，别把自己搭进去。谢经理，惊不惊喜？100多万的职务侵占加上销赃包庇，你下半辈子就准备在里面好好踩缝纫机吧。你们看着吧，我在这儿最多待个2、3天就能出去。阳光小区的谢经理，你们知道不？那是我家的铁关系，有他在外面走动，那个死丫头片子敢不签谅解书？我借他几个胆子。是，大妈您后台真硬。045号张桂芬出来签个字，你的延期拘留通知书下来了。是不是搞错了？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我闺女和谢经理没来给我办手续吗？你还指望谢经理来救你？别做梦了，他刚刚因为涉嫌隐瞒犯罪所得和职务侵占上百万，已经被刑事拘留了，马上就送过来跟你做邻居。什么？家人们，我保证为弱势群体讨回公道。感谢大哥送来的火箭。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流量这把双刃剑，现在被你们挥得有多得意，一会儿反噬起来就有多致命。他放了酒让我别动，笑死我了！我偏要动。完了，踢到钛合金铁板了！快闪！快设为私密！想赚黑心钱，翻车了就想私了，做梦！法庭见吧。宋小姐，您昨晚在网上发出的雷神之锤效果简直完美，业主群造谣的截图水军转账流水，捏造事实的转发量公正致疏，这证据链闭环的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唐律，我的诉求很简单，不要调解，不要和解，我要给张强、张老头还有那个正义哥一人发一份刑事自诉状，起诉他们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没问题。不仅要追究刑事责任，鉴于您的名誉受损，我建议直接连带索赔名誉损失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50万。50万？法院会支持这么高的金额吗？以前难，现在这案子有官方定调，社会关注度空前，就算最后判不了全额，光是这个数字写在传票上，就足够让那帮靠耍无赖度日的人彻底吓破胆了。那就辛苦唐律了，越快越好，我要他们依法承担该承担的后果。我操，不会真有人找上门了吧？张强是吧？这是送达给你的法律文书，请签字签收。50万，50万！我以为在群里随便骂几句，顶多道个歉就完了。这不是赔钱那么简单，我完了，我真的完了！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外面天塌了，高墙之内的好戏也该上演了。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老公说了，外面现在天都塌了，不仅有宋小姐起诉的50万名誉赔偿，那50万名酒的退赔也会落在你们头上。他要跟我离婚？不仅如此，你母亲还牵扯进小区多起连环盗窃案，面临天价索赔。她明确表示拒绝承担这种犯罪债务，要跟你彻底划清界限，而且你必须净身出户，儿子的抚养权。我不能离婚！我哥呢？那个谢经理呢？他们难道不管我们死活了？你老公还说了，
如果你不签，他就直接起诉离婚，顺便把你们全家干的那些破事儿全捅到你儿子的幼儿园去。完了，全完了！管教！我要见民警，我要坦白，我要立功！警察同志，我是冤枉的，我全是被骗的呀！坐好，好好说话。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吗？那车库的密码是我妈非逼着我改的，她骗我说车库是她借来的，还有那50万的酒全是我妈一个人偷的，也是她逼着我去找人卖掉的。我妈从小就贪小便宜，手脚不干净，小区丢的那些快递和电瓶肯定也是她干的，你们去查她，全都是她指使的，我就是个跑腿的。警察同志，我主动举报亲妈，算不算重大立功？能不能给我办取保候审？我不想坐牢啊！为了减刑，连亲妈都要，这家人真是烂透了。既然是你说的，仔细看一遍，签字画押。我告诉你们，我年纪大了有高血压，我闺女马上就会带律师来保我。你们要是把我关出个好歹，得养我下半辈子。别做梦了，看看你那宝贝闺女是怎么咬你的吧。这是那个小畜生写的。死丫头敢出卖老娘！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我就闹出点动静。只要能从这鬼地方出去，看谁熬得过谁！快叫管教！这老太太不行了！来人呐！有人犯病了！我有严重的高血压，我的心脏不行了！你们这是在草菅人命！我要出去看病！快让我出去看病！哎呦！呼叫医务室，呼叫指挥中心，7号监视嫌疑人突发疾病，症状疑似羊癫疯或心梗，请求紧急送医。去告诉那个姓宋的丫头片子！干什么？他要是敢逼死我，我做鬼也不放过他，让他来见我，来医院见我一面，不然我就死在外面。都到这份上了，还妄想利用突发伤病来道德绑架，逼受害人妥协。开车！真是个冥顽不灵的老无赖。只要进了这道门，我就一口咬定头晕胸闷，高昂的全身检查起码能拖半个月。只要我随时快断气，那个死丫头在道德压力下绝对得乖乖交出谅解书。先别动他。王大夫送来的时候一直在抽搐，自称有严重的心脏病，家属没来，警察同志在外面等着。只要你敢给我上仪器抽血，我就敢给你翻白眼吐沫子。今天这急诊室的大门，我是横竖出不去了。王大夫需要推除颤仪过来吗？不用，浪费公共医疗资源。对付这种突发恶疾，我有特效药，马上就让他药到病愈。这庸医在干什么？好痒啊！不行，忍住，绝对不能睁眼。保外就医就在眼前，谅解书就在眼前。哟，醒了！这医学奇迹创造的挺快啊！哎呦喂，我头晕，我刚才是一口气没上来被憋的，我心脏有大毛病，大夫你赶紧给我上呼吸机啊！我要省省吧，面色红润，口唇无紫瘀。刚才所谓的抽搐毫无癫痫和心梗特征，你心率比我都平稳，哪来的大毛病？张桂花，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装神弄鬼，妄图通过装病来逃避法律制裁。我没有。你真以为警察和医生都是吃素的，能让你这种法盲随便耍猴？带走，立刻押回看守所严加看管，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警察同志，等一下。王大夫，还有什么情况？这老太太手上的茧子有点意思啊，长在这几个关节位置的特殊磨损，可不像是一般干家务磨出来的。那像是什么？看着倒像是常年干溜门撬锁的活啊。溜门撬锁。小刘，立刻把张桂花入所时采集高精度指纹调出来，向市局申请最高权限，进入未破结案数据库跑一遍，交叉比对。是师傅，重点筛查本市近3年内，尤其是宋小姐那个小区及周边发生的所有失窃案。师傅，全对上了。1年半前，小区7号楼高档护肤品失窃，胶带残留半枚指纹，比对一致。去年冬天，地下车库电瓶被盗，撬开的坐垫内侧指纹比对一致。这根本不是什么贪小便宜的大妈，这是一个长期蛰伏在小区，把邻居当提款机的惯头老贼。2小队全体集合，带上破柴工具，跟我去张桂花家突击搜查。干什么？私闯民宅啊！信不信我投诉你们？警察办案，全部散开，进行地毯式搜查，连墙缝都别给我放过。师傅，主卧这床不对劲。你们干嘛动我睡的床？不准碰，那是我风水大床！按住他，拿液压钳和撬棍来，给我起开！我的天！好家伙，
这老太太是把整个小区的快递站和地下车库当成自家的免费进货渠道了。你们别乱动，这些都是我老伴平时起早贪黑，在好东西都往碗里捡来的。我们捡点破烂怎么了？捡垃圾犯法吗？捡的？你家垃圾桶能捡到连塑封膜都没撕的顶级护肤品，能捡到带原厂封签的新手机？那是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这快递盒上清清楚楚印着8号楼5020室业主的名字，你当全小区的眼睛都是瞎的？明知是盗窃所得，你不仅不报警，还长年累月协助藏匿。我代表警方正式拘留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再说，不要啊！我不想坐牢啊！我操，那是我的香奈儿包，我老公上个月丢的电瓶全在那儿，全小区去派出所，我们要活撕了这老畜生！那个老毒妇，我儿子的绝版 AJ 就是被他偷的，当时他还假模假样帮我翻垃圾桶找，那金镯子找了半年，居然一直在床底下变灰。压岁钱都不放过，打！打不死，贼婆娘，滚出来赔钱！小宋。大妈对不住你，大妈给你认错，大妈老糊涂了，信了那老贼婆的鬼话。要不是你死磕到底把她送进去，我儿媳妇的包这辈子都找不回来了。你是小区的除害大英雄。这是咱们300多户业主刚签的联名请愿书，大家按了红手印，强烈要求法院重判那老毒妇。你递交起诉材料时带上，全小区给你撑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过谢了。疯了，都疯了！亲妈偷包裹，我得跑！给我转过去啊！哪怕扫个5块钱外卖红包也行，给我转！您的账户当前全完了，100多万的退财款和索赔，交不上罚金，我也得进去蹲着。喂，虎哥，弟弟我遇到点急事，你先借我5万块钱应急，等风头过了，我把房子抵押了，连本带利还你。借你妈！你们一家贼骨头的事都上全市热搜了。虎哥，你听我解释。房子都被法院封了，你拿头抵押，谁不知道你们全家是偷东西的贼？老子先晦气，滚！二舅，我是小强，您借我点。你还有脸打电话？你爸去人家公司拉横幅一闹，已经被抓，你妈连全小区的包裹都偷。二舅，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们老张家的脸都被丢尽了，以后断绝关系，死在外面别找我。为什么要把我逼上绝路？宋小姐，都是因为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好过。你不是心疼车库吗？今天这笔账我跟你没完。老子跟你没完！警告：非法入侵已自动报警。老子今天非砸烂他不可！住手！好小子，大半夜跑来搞破坏！滚开！断了！还想跑？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警官，我没真砸到车，我什么都没干成。深夜潜入私人区域，携带工具，在现场闹事还拒不配合，你以为几句狡辩就能算了？怎么会这样？我不就是拿了点酒吗？怎么偷包裹的旧账全被翻出来了？这下要把牢底坐穿了。那个混蛋，他居然这时候给我送离婚协议书，让我净身出户，凭什么？进去，老实点。小强，你怎么也……全完了，家没了，车没了，我还要判刑。都怪你！要不是你贪图那50万米酒差价，非让我去黑市卖，我能落到这步田地吗？你毁了我一辈子！你放屁！是你自己眼皮子浅被警察吓尿了。你要是咬素不认，老子能连职务侵占的底都被掀了吗？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立刻把全部卷宗移交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程序正式启动，这帮人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